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呆萌财小课堂。您是否也曾在投资的海洋中感到迷茫呢？有没有担心市场风浪太大，一不小心就可能翻船呢？或者是觉得研究各种投资策略简直是比上班还累？今天我们就要探讨一个听起来就充满诗意和智慧的投资策略 Golden Butterfly Portfolio，也就是金蝴蝶组合。这个组合以其独特的多资产配置，力求在各种经济环境下都能优雅飞翔，帮助投资者在财富积累的道路上更加从容。想不想知道它的设计理念呢？它的历史表现又是如何呢？它能否成为我们飞尔路上的新伙伴呢？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个均衡稳健财富密码的神秘面纱吧。首先，它灵感的翅膀来自于一位图表分析达人的智慧结晶。每一个优秀的投资策略背后都有一个闪光的灵感， Golden Butterfly Portfolio 也并非凭空出现，它是由一位热衷于数据和图表分析投资组合的达人 Tyler 在其创办的知名网站 Portfolio Charts 上推广而广为人知的。面对复杂多变的金融市场呢，许多投资者都渴望找到一种既能有效分散风险，又能够捕捉不同资产类别上涨机会的策略。泰勒深入研究了多种经典资产配置理论，最终构想出了金蝴蝶组合。它的目的呢，就是在于通过更细致的资产划分，实现更佳的风险调整后收益。他提出的核心理念，简单的来说，就是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终极版。可以将您的财富均匀地撒播在5种关联性较低的土壤里，每块地各占20%的雨露阳光。这种神来之笔的均衡配置，就好比蝴蝶那对完美对称的翅膀和强韧有力的身体，无论市场刮风下雨，它都能保持优雅的身姿，稳稳地捕捉每一个增长的机会。所以呢，金蝴蝶的设计不仅盯着收益，更把稳字刻在了骨子里，就是让你拿得住，睡得香。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，为何它命名为金蝴蝶呢？因为它就是均衡与韧性的投资美学。金蝴蝶这个名字不仅听起来很优雅，更非常形象地传达了它核心的投资哲学，也就是均衡与韧性。让我们来想象一只蝴蝶吧，它拥有对称的翅膀和稳定的核心，这样才能够在风雨中自由地飞翔。金蝴蝶，一听这名字，是不是就觉得既高级又有点小小的浪漫？它可不是随便起的名字，这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投资哲学，那就是均衡与韧性缺一不可。可以想象一下，一只真正的蝴蝶是不是得有对称的翅膀提供升力，还得有个稳重的身体作为核心，才能够在复杂的气流中翩翩起舞呢？Golden Butterfly Portfolio 也是如此。首先呢，它翅膀也就是 wings 代表了组合中的增长和稳定的两翼，其中呢一部分是股票，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美国整体股市 Total Stock Market 和小盘价值股 Small Cap Value。这两者呢都能够提供长期的增长潜力，但表现周期和风险特征有所不同，形成了互补。另一种部分呢是债券，同样细分为长期美国国债 Long-Term Treasury Bonds 和短期美国国债 Short-Term Treasury Bonds。 前者在经济衰退时往往表现优异，而后者则提供了极佳的流动性和稳定性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看身体部分，也就是 body。
代表了组合的核心稳定器黄金。黄金呢，作为一种独特的避险资产，在通货膨胀或市场恐慌时，往往能够提供非常重要的保护。所以呢，金蝴蝶组合的资产配置呢，就如下面所说。首先呢，是 20% 的美国整体股市 ETF， 例如 VTI。这一部分呢，分散投资于数千只美国股票，捕捉大盘成长。然后呢，有 20% 美国小盘价值股 ETF， 比如 IJS。这一部分呢，投资于具有增长潜力且估值相对较低的小型公司。再接着呢， 20% 长期美国国债 ETF， 比如 TLT。这一部分呢，在利率下降或者经济放缓时提供保护。还有 20% 呢，是短期美国国债 ETF， 例如 SHY。这一部分呢，可以提供现金般的稳定性，降低整体的波动。最后呢，就是 20% 的黄金 ETF， 例如 GLD。这一部分可以对抗通货膨胀，并在市场动荡时提供避险。我们可以在下图中清晰地看到这几部分的比例安排。所以呢，这种5等分的神操作完美避免了把宝全压在一处的风险。它追求的是一种动态的平衡，无论市场先生今天心情如何，总有那么1-2种资产能站出来挑大梁，让您的财富小船行得更稳，走得更远。接下来呢，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历史回测，让数据来展现蝴蝶的韧性。口说无凭，数据为证，对吧？金蝴蝶组合这只美丽的蝴蝶，在历史的长河中究竟飞得怎么样？让我们拉出近30年的数据，从1995年5月一直到2025年4月，来看一看它的真实表现吧。首先呢，来看一下它的长期回报，也就是 long-term returns。 从1995年5月至今，金蝴蝶组合的年化复合增长率 CAGR 达到了 7.84%。 也就是说，如果1995年投资1美元，那么到今天的话，总回报是 9.62 美元，接近30年10倍。同期呢，作为对比，美国标普500指数的年化复合增长率为 10.17%。 那么很多朋友可能就会说，咦，好像比标普500低了一点呢。先不要着急，投资大师霍华德·马克思说过，投资不是比谁长得快，而是比谁活得久，活得好。金蝴蝶组合牺牲了牛市中一部分极致的进攻性，换来的是什么呢？它换来的是更低的波动，更从容的持有体验。我们可以看到，金蝴蝶组合的标准差，即衡量其波动性的指标是 7.82%， 相比之下，标普500指数同期的标准差为 15.16%。通常，金蝴蝶组合的标准差会显著低于纯股票指数，这也就意味着它的净值波动更小，投资体验更平稳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一看它的最大回撤 Max Drawdown， 也就是组合从最高点跌到最惨的时候会损失多少呢？金蝴蝶组合在历史上的最大回撤为 17.79%， 这个发生在2022年9月高通胀时期。然后标普500指数的最大回撤为 50.8%， 发生在2009年1月金融危机时期。这简直是腰斩啊，朋友们！哪个更容易让你拿得住呢？不言而喻吧。金蝴蝶在极端风险控制上可以说是完胜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大回撤恢复时间 Max Drawdown Recovery Period。
这是衡量投资组合从它经历最大跌幅后的低谷，也就是最大回撤点，回升至先前记录高点所需要的时间。金蝴蝶组合在30年的最大回撤恢复时间为30个月，而标普500指数同期的最大回撤恢复时间是53个月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即使暴跌，恢复到新高的时间也会比较短，你的耐心呢不会被耗尽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接着看一下数据解读。也就是说，这3个核心指标，长期回报、风险控制、恢复速度，分别对应着财富雪球最终能滚多大、惊涛骇浪的恐慌时刻，以及漫长熊市的煎熬时间。这恰恰是组合投资相对于单一指数投资的真正价值所在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呢，金蝴蝶告诉我们，投资不一定要追求短期的暴富神话，细水长流的稳健增值，配合卓越的风险控制，才能够笑到最后。它牺牲了部分牛市的超额收益，但是却换来了熊市中更坚实的盾牌和一条更平滑、更让人安心的财富增长曲线。而且呢，它与 FAIR 运动的共鸣就是安全提款率飞向财务自由。FAIR 运动呢，也就是财务独立、提前退休的核心呢，在于通过长期稳健的投资，实现被动收入覆盖生活支出。对于追求 FAIR 的人来说，本金的安全性和收益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。而且对于追求 FAIR 生活的朋友来说，最关心的莫过于我攒够多少钱才能够退休呢？每年能从投资组合里取多少钱花才不会把本金用光呢？这就涉及到大名鼎鼎的4%法则和安全提款率，也就是 SWR。 那么 Golden Butterfly Portfolio 在这方面表现如何呢？根据近30年的回测数据分析同样是截止到2025年4月，金蝴蝶组合在30年退休期内的安全提款率高达了 7.16%。 更厉害的是它的永久提款率，也就是 Perpetual Withdrawal Rate， 理论上可以永远提取下去，本金还越花越多的比例也达到了 5.59%。 朋友们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7.16% 的安全提款率， 5.59% 的永久提款率，都远超传统FAIR运动建议的4%法则。这也就意味着，无论你是正在为 FAIR 目标努力攒钱的过程中呢，还是已经退休开始从组合中提取生活费，金蝴蝶组合都能够提供更高的安全垫和更充足的现金流。这简直是给您的 FAIR 之路上了双保险，可以让您退休得更早，花得更爽，心里更踏实。那么金蝴蝶投资法的优雅之处呢，就在于为什么它能如此的稳健呢？我们来看一看金蝴蝶组合的魅力吧，也就是它精巧的设计哲学。第一点，极致分散，5种资产的相关性比较低，有效分散了单一资产或者单一市场的风险。第二点，风险评价思维的影子，虽然不是严格的风险评价，但是它均衡配置多种不同风险收益特征资产的思路呢，借鉴了风险评价的智慧。第三点呢，全天候适应性，它的目的呢，就是在适应不同的经济环境，比如增长、衰退、通胀、通缩等所有的经济环境等等都能够适应。最后呢，是情绪友好，由于它的波动性相对较低，投资者更容易长期坚持，避免因为市场恐慌而做出错误的决策。那么大家是不是都很想拥有您的金蝴蝶呢？我们接下来聊一下它的步骤。第一步呢，就是开设投资账户。
可以选择一个支持 ETF 交易的券商平台，比如大家熟知的嘉信理财、富达投资等等。第二点呢，可以买入5只 ETF， 按照各 20% 的比例买入代表上述5类资产的 ETF。 第三步呢，就是定期再平衡，比如说每年检查一次，可以在您的生日或者年底的时候检查。如果因为市场波动导致比例偏离，比如股票涨到了 25%， 黄金跌到了 15%， 那么可以卖出部分涨幅较多的资产，买入涨幅较少或下跌的资产，使各项恢复到 20% 的初始配置。第四步呢，就是耐心持有，要保持足够的耐心，静静地等待时间的玫瑰。然后呢，金蝴蝶组合就用它近乎完美的平衡呢，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：投资真的不需要每天精心肉跳，也可以像平民赏花一样从容优雅。通过精心的多资产配置，它为我们描绘了一条在风浪中依然能够稳健前行的财富之路。尤其适合那些厌恶高波动、追求长期稳定增值，并希望为 FAIR 生活打下坚实基础的投资者。您对金蝴蝶组合有什么看法呢？它会是您资产配置的选择之一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观点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探索更多财富的奥秘。